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，那时在建康徐家坡有一个名叫徐栋达的财主，其家世代做珠宝和绸缎，且生意红火，因此在整个建康都是数得上名号的大户人家。等到徐栋达当家后，徐氏珠宝行门面已经非常兴隆了。徐栋达本人又非常精明，为人也很和善，因此在城里人缘很好。更让人艳羡的是，徐栋达还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张慧，因此在旁人眼中，徐栋达的生活简直不要太顺遂。在别人面前，徐栋达也确实表现的是春风满面，但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知道，他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难言之痛。事实上，徐栋达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竟然会在那种事上存在障碍。毕竟自己不仅外貌高大威猛，一举一动尽显男人的阳刚之气，而且向来健康，长这么大都还从来没有生过疾病。不单是徐栋达本人不信，他的妻子在洞房之夜也完全不能接受事实，还自我开导，只当他是一时紧张。但徐栋达次次都不能满足自己。张慧正处花季妙龄，纵使性格再好，终于也忍无可忍，在一次完事后对他是冷嘲热讽。徐栋达被羞辱得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，却根本不敢还嘴。自此之后，徐栋达一连几日都无精打采，甚至在平常很熟悉的老主顾面前也打不起精神。其他人都不禁感到奇怪，张慧见丈夫这样，也不禁有些后悔。几天后，恰逢重阳节，徐栋达带着满腹心事，独自一人登上紫金山去散心，却不料遇到了风雨。徐栋达根本没带伞具，见雨越下越大，为了避雨，只好往树林深处躲。雨一直下到近晚才停。等徐栋达出来，朝四处一望，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，于是只好住在山中。快到半夜的时候，云消雨霁，月色明亮，风已平静。徐栋达感慨地四处望望，叹息道：嗨，想我堂堂7尺男儿，竟然困顿于这数寸之地，真是令人耻笑啊。徐栋达感慨完，心想今晚肯定也是回不去了，而山上既湿冷又多蚊虫，睡也没法睡。正值竹间，又转念一想，自己难得来一次紫金山，而且还是头一次这番情景，干脆就趁夜色在这随便走走吧，也当是冲解一下方才的不悦。徐栋达徜徉在凉如水的秋月夜色中，逐渐向密林深处走去。不多时就来捣乱了一个平日里人迹稀少的地方。他见眼前似已是绝路，正欲打道回府，突然听见不远处似乎传来了潺潺的水声，于是心生好奇，这里岂非已经没路了吗？旁边岂非不是峭壁就是密林吗？徐栋达心生一动，突然他注意到身侧2、3丈远的地方有一处竹林，只是由于太过茂密而形成了一处竹墙。他心中一动，于是径直走上前去，一把掀开竹子，果然是别有洞天，惠风和畅，芳香四溢，举目则尽是各种奇花异草，花儿开得正繁茂，香气扑鼻，似乎几里方圆内都能闻到。其树异木不计基数，大的树能10几人环抱，也有数寸直径的佳木，却长得足有几丈高。潺潺的流水自一旁缓缓流过，徐栋达不禁感慨，若不是一时的机遇，自己还真就无缘于这般仙境。徐栋达顺着小溪继续向前走去，发现小溪的尽头逐渐隐于地下，再走上几十步，一处清泉汩汩冒出。徐栋达发现清泉旁边有不少动物，如老鼠、兔子、山獐之类的，而且都性情亢奋，成双抱对，感到有些奇怪。他又仔细观察了一会，发现这些动物都是在喝下泉水后才变得兴奋，于是他把鼻子凑上去嗅了嗅，
发现泉水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异香，于是他捧起一汪泉水饮下，顿时觉得自己小腹一阵发热，额头也直冒汗，甚至胯下也。徐栋达此时明白了，这玩意肯定是有滋阴壮阳的奇效。此时天下已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他的心情了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他急忙啄下一段竹子，装了一些泉水，然后做好标记，记下位置，就下山回家了。徐栋达回家后，当晚就喝下了泉水，果然解决了多年的顽疾。张慧得到了满足，从此再为顶撞过丈夫。徐栋达经商多年，很有这方面的头脑，因此他自得之余，也不由动了其他的心思。他心想，自己有如此还阳神水，若只是自己一人受用，岂非暴殄天物？况且这种好东西，放眼天下，自己怕都是独一份的。自己若将其售卖，必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无本万利的买卖，可不比卖珠宝赚得更多吗？于是当晚就驱着驴车，又偷偷上山装了满满几大桶泉水。回来后，有用一些珠宝的边角料做了一大批精致的罐子，用作容器。第二天，徐氏珠宝铺就用大字符挂出了还阳神水的字号，并在下面用小字详细记载了它的药效与功能。徐栋达没有想错，自己的招牌一打出，立刻就引起了众人的疯抢，几百罐还阳神水很快就售罄了。而买主们回去一试，发现效果果然和徐栋达所言一致，对还阳神水就更加推崇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还阳神水的名气是彻底起来了。徐栋达靠着卖还阳神水赚了一大笔钱，徐家变得比以前更阔气了。于是徐栋达便扩建了徐氏珠宝铺，不仅开了家店铺用来专门营销还阳神水，还新开了不少如丝绸店、酒楼之类的店铺。徐氏珠宝铺扩建后，自然需要更多的人。正好一天晚上，徐栋达与张慧在街上散步，在街角见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。张慧见他可怜，就问他为什么不找个正当活计干。少年见来者并无恶意，便如实交代道：不瞒您，我并非本地人，而是出生在健康一个富家，后来出了些变故，是以流落至此。至于什么不找一个正当活计干，我实在是有难言之隐。顿了顿，他又突然望向徐栋达，恳求道：这位大人，我看您衣着不俗，想必也是小有家资，您若不嫌弃，我做您家的长工，每顿饭只多添您一双筷子好吗？此话正说中了徐栋达的心坎里去了，加上妻子也劝徐栋达收留他，于是便收了他做自己的学徒，让他先跟着自己在店铺打杂。在路上，徐栋达问起少年名字，少年却突然变得很警惕，答道：我姓陆，但名字忘了。徐栋达倒也并未太在意，只是答道：这样啊，但不管怎样，名字总得有一个，那你以后就叫小陆吧。从此小陆就留在徐家，先是帮徐栋达干一些杂活，然后凭借自己兢兢业业的态度，开始逐渐为他打理各种事，越来越受到他的重用。且说还阳神水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很快就传到了当朝天子的刘子业耳中。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这刘子业谥号为废帝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昏君。他因此在听说了还阳神水的神奇功效后，很是感兴趣，于是一纸诏书，命令这徐栋达带着还阳神水面见自己。陛下旨意。徐栋达安敢不从，于是立刻带上了刘子业点名要见的东西进了宫。刘子业试了试所谓的还阳神水，发现果然有效，于是高兴之余厚赏了徐栋达。不仅如此，他后来还跟自己的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提起了这事。山阴公主刘楚玉，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也应该知道，她在当时刘宋王朝有皇族第一美人之称。不仅如此，她更以淫乱放荡闻名于世，其荒淫程度丝毫不输其弟刘子业。他听说有这么一个好东西，
又听说徐栋达高大威猛，不由动心，于是便让刘子业召此人来见自己。徐栋达来后，刘楚玉他果真相貌堂堂，于是屏退旁人，然后伸出纤纤玉指，将泉水一饮而尽，药效很快见效。于是从此徐栋达俨然成为了刘楚玉的新宠。刘楚玉赏赐了他很多财物，而徐栋达也沉浸于这突如其来的富贵，竟迷了眼，开始变得越来越张扬，和恃宠而骄了起来，甚至开始飞扬跋扈，横行乡里，让百姓们是敢怒不敢言，纷纷在私底下骂他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如今是暴露了本性。再说这还阳神水，人们也逐渐发现它虽然确实有那方面的功效，但也同时会激发人的淫心，而且有很强的成瘾性。虽然服用后会乍现雄风，但却是以牺牲平日精力为代价，因此纷纷在背后骂他为邪水。却说徐栋达居然得势之后，对家里的产业也不上心了，就将一切事务都交给小陆打理。小陆干活仍是一如既往的负责，加上他为人温厚，所以很受当地人的喜爱。但他痛心于自己亦师亦父的徐栋达的堕落，也担心跟着刘楚玉他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不止一次地劝告他多行善事。徐栋达虽有些介意，但也未尝指责他。徐栋达有个女儿，名叫徐青，在与小陆的长期相处中日久生情，二人逐渐相爱。徐栋达本就喜欢小陆，知道这事后，干脆就把女儿嫁给了他。2天后，二人便举办了婚礼。婚后，二人鸾凤和鸣，感情融洽。先是一天傍晚，小陆驱车去市集进货，要路过一处山谷，原先平稳安宁的山坡上却突然滚落了2块巨石，直直朝小陆砸来。得亏是小陆眼疾手快，趴得够快，这才幸免于难，但驴车已被砸了个粉碎。小陆虽感到有些不安，但仍只当是一个不寻常的意外。可只在几日后的一个夜晚，两人本已入睡，徐青却在半夜突然尿急起身如厕。然而他刚一点开灯，就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小陆连忙起身询问，顺着妻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地上赫然盘踞着一条剧毒的鸡脖子蛇，眼见毒蛇就要向二人袭来，小陆连忙抽出一直放在床侧柜子里的黑刀，瞅准时机就向他丢去。毒蛇应声断为2截，这次虽有惊无险，但此时二人已毫无睡意。小陆默默看着地上的断蛇，半晌才沉声道：徐家坡好像向来不曾有蛇吧？确实没有。淼徐仍是惊魂未定，淼那这些蛇先别管他们了。小陆面色凝重问道：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吗？淼徐青仔细想了想，回答道：前2日好像是有2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我们家门口晃悠，不过那时你都不在。淼小陆叹了口气，随后说道：看来我终究是逃不过去了。罢了，阿和，我得向你道歉，我确实是有秘密在瞒着你，现在我就把我的身世交代清楚。淼却说自那晚以后，原本老实厚道的小陆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开始沉迷于酗酒，还常常因酒醉而整夜不归宿。徐青对此是苦不堪言，屡次劝说丈夫，希望他能变得像从前一样安分老实，可小陆非但不改，反而粗鲁地辱骂他休要多管闲事。原本和谐恩爱的一家人顿时变得鸡飞狗跳。小陆的转变令徐青感到非常痛苦，也令他十分生气，于是怨恨与压抑日益累积，他也干脆公然宣淫，到处勾搭情夫。只是他做的似乎实在是不检点，很快就流露出了不少风言风语。只是小陆每日酗酒，对此似乎充耳不闻。说到那2个鬼鬼祟祟的人，分别叫陆清河和陆清江，是一对兄弟。2人存心要谋害小陆，却接连失利。正愁闷间，
却从街坊邻里听说，原来这小陆的妻子因小陆是个好酒之徒，故而非常不守妇道，简直是人尽可夫。于是相商议到二人一起去勾引这徐青，然后趁机晚上躲到他家门后，待小陆回家再出其不意地刺杀他，到时自己就能得到觊觎多年的东西了。陆清河自是长得还算人五人六，因此由他前去勾引徐青。徐青似乎果真是个荡妇，未加思索就接受了他。于是陆清河又趁机说自己还有个弟弟陆清江，徐青也是来者不拒。徐青对他们说自己的丈夫每晚都要到深夜才大醉而归，让他们晚上放心前来他家私会。二人心想这不是正合其意吗？因此痛快地答应了。二人晚上来到徐家，小陆果然整宿未归，二人不禁有些失望，加上整宿未睡又高度紧张，两人此时逐渐也有些神志不清了。此时正值卯时，也就是现在约莫凌晨5点，二人自私这小陆是不会回来了，正想尽早离开，却突然听得离门外传来一阵骚响，二人立即警觉了起来，问徐青是不是小陆回来了。徐青点点头，肯定是他，天知道他又在那鬼混去了。你们放心，躲到柜子后面就行，他不会发现你们的。二人心想这样正好，只要小陆一进来，自己二人趁其酒醉神志不清突然冲出，他又岂能活命？到时杀了小陆，再一块收拾掉眼前的荡妇，这乱世之中又会有谁能查到我二人头上？二人算盘打得如意，这边徐青已经收拾好衣物跑出了，不过他却只穿了一件薄裙，而且还穿反了。他跑出去迎接小陆，故意大声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但小陆一见他只穿了一件薄裙，而且还穿反了，立刻警觉了起来，眼神中也流露出了计谋的失的喜色。只见他神清气明，哪有一点酒醉的样子。小陆从腰间悄悄掏出刀子，用手拿着藏在袖子里，然后假装趔趄地推开门走进来。二人从门缝里眼见他就要走到柜子前，陆清河突然从衣缝间抽出铁锥，朝小陆捅去，然而小陆竟然立刻就躲了过去，反倒是陆清河因休息不好，失了稳，竟一头栽到了地上。陆清江眼见哥哥失利，也连忙冲出，但小陆早一刀落在陆清河颈上，只听一声铮响，陆清河饮恨黄泉，见哥哥丧命，陆清江慌了，连忙往门外跑去，但门却不知何时已被徐青关死了。陆清江也只好抽出铁锥想回击，但小陆屠猪多年，力道极大，陆清江正面根本不是敌手，小陆一刀劈下，陆清江应声倒地，收拾完二人，徐青推门而入，望着地面的2具尸体，又看了看眼前的小陆，不由叹道：这二人与你却有几分相像。小陆也只是长叹，原来小陆原名叫陆清海，而陆清河和陆清江是与他同辈的堂兄。陆家是显赫了几代的名门望族，老爷子离世后，陆家的画事权依理传到了陆清海父亲的手上。然而陆清河和陆清江两人心术不正，他们虽是陆清海的堂兄，年龄却比徐佑父亲只小几岁。二人由于沉迷赌博，欠下了不少钱，为了还债，竟然趁夜悄悄伙同了一帮无赖混混钻进陆清海的家里，砍死了他的父母。陆清海当时才10岁，只因恰好在外面小便，这才逃过了一劫，但也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的惨死，也记下了杀人凶手。但此时他太小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因此只好趁众人忙于杀人分账，偷偷跑了。却说陆清河和陆清江杀完人后，这才想起还有一个堂弟不在，心中顿感不妙，但又怕自己刚才的举动早已惊动了官府，因此还是只能连忙先逃出去了。后来官府果然调查不出结果，只好推说是刘贼作案，不了了之了。由于陆清海一支已断了，所以其余族人虽有一斗，
但最后也只能让陆清河当了族长。陆清河当族长后，立刻动用家族的力量，全力搜寻陆清海的下落。陆清海自知若被堂兄找到，自己必然凶多吉少，因此只好隐姓埋名，连正当活计都不敢找，小心谨慎以求苟安。但他也没想到陆清河和陆清江竟然还是找到了他，也可能是自己活着二人实在睡不好觉，虽然因为所作所为实在为人不齿，二人只能亲自出手，但毕竟人在暗处我在明处，所以为了自保也为了报仇，小陆不得已想出了让徐青引狼入室的办法。至于前酗酒偷情，自然也都是装的。如今一切了结，小陆便带着妻子来到了官府，将事情前因后果一番交代，又搬出了二人尸体和金锉刀。官府老爷明断秋毫，立刻派人通知了陆家。陆家族人了解了前因后果，无不嗟叹，遂全都心悦诚服地推举了小陆作为族长。再说徐栋达，女婿家族中出了这么大一件事，他竟浑然不知，只日日窝在山阴公主府中与刘楚玉寻欢作乐，而且举止仍是不加收敛。直到一天晚上，徐栋达晚上睡着后，突然梦见一个白发老翁，一手拿着一把斧头，一手挑一根长竹竿，竹竿后头还系着2块白布，他用它使劲敲自己的脑袋，一也敲，还一边厉声斥骂自己：天人吉日，将粪除天宫，汝还不身自收敛。说完就消失了。徐栋达醒来后，感到这个梦异常真实，又联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害怕自己真的遭到清算，于是自此后果然身自收敛，不再为非作歹了。只是这天人吉日将粪除天宫庙之句，他实不懂其意，而且他也害怕刘楚玉报复，所以仍不敢与他断绝关系。然后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，不出数月，刘裕逝职称帝，赐死了刘楚玉，大家诛杀其党羽，健康一时血流成河。而作为刘楚玉男宠的徐栋达，自然也难逃干系。他直到被收押狱中，这才明白了秒天人吉日将粪除天宫庙的含义。只是此刻他已是万念俱灰了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刘裕只是关了他几天后又把他释放了。他很奇怪，因为与自己一同被关的男宠们全都被杀了，为何只有自己能活？后来他才明白，原来是小陆在替他求情。陆家是南朝巨族，且与刘裕也有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刘裕不敢服他们的意，这才放了他。死里逃生的徐栋达这才明白是小陆救了自己。他回去后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羞愧不已。此时经过一系列动乱，陆家与刘裕彻底朋在了一起，徐氏珠宝铺及相关产业生意已一落千丈。为了重振生意，徐栋达还想再弄一批环阳神水秒，只是已经不可能了。原来那泉水早已在动乱中受到乱军的波连，干竭了，神水自此绝传于世。徐栋达心灰意冷，小陆却看出刘裕的残暴天性，心知健康绝非久留之地，因此放弃了族长之位，还力劝岳父和自己远离健康这个是非之地。徐栋达最终听从了女婿的建议，另找了个安宁之地重建珠宝馆。几人最后都躲过了乱世，颐养天年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